大家好，我是天津森特奈电子的李正辉。上期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在30GXWorks 3编程软件中组态我们森特奈的符合 Syslink IE Field Basic 协议的总线模块的方法。本期我们将介绍在30GXWorks 2软件中如何组态我们森特奈的总线模块方法。在本例中，我们使用的是30Q 系列 PLC 连接了一个森特奈 EL 系列16路输入模块、CH 系列24路输出模块以及 CM 系列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混合型模块。这3个模块采用串联形式与 PLC 本体上的网口连接。模块连接后，在组态前我们可以看到模块上的通讯灯一直处于红灯状态，表示没有与 PLC 建立通讯。下面我们回到 30GXWorks 2软件中进行组态。首先我们打开 GXWorks 2软件，第一步同样是安装 CSP 文件，点击工具、配置文件管理、登录，找到相应的路径，然后直接选中安装即可。CSP 文件安装完成以后，我们新建一个工程，选择 PLC 系列，本例采用的是 Q 系列 PLC， 然后机型是 Q03UDV。在左侧导航找到参数 PLC 参数，双击打开。在 Q 参数设置界面点击内置以太网端口。下面我们进行 PLC 的 IP 地址设置。30的 PLC 的 IP 地址一般默认网段都是 192.168.3。我们设一下子网延码。默认路由器的 IP 地址。我们点击 Syslink IE Field Basic 设置，勾选使用 Syslink IE Field Basic， 然后点击网络配置设置。在模块和 PLC 已经上电并连接起来的情况下，可以点击连接设备的自动检测。检测完成以后，将显示实际连接模块的详细信息。这个界面呢和 GXWorks 3是一样的。另外，所有从站的 IP 地址必须和主站在同一个网段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模块它的 IP 地址和主站不在同一个网段，所以我们必须更改这第一个模块的 IP 地址。具体方法是先将第一个模块的 IP 地址改成与主站一致的 IP 地址网段。其中 IP 地址的最后一位必须通过模块窗口的2个旋转拨码来设定。然后我们选中第一个模块，右键在线，点击反映从站的通讯设置，点击是，点击确定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模块的 IP 地址已经更改为与 PLC 一致的网段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系统已经给每个模块
分配了64位的 RX、RY 起始结束地址。第一个模块的起始结束地址是0000到003F， 第二个模块的起始结束地址是0040到007F， 第三个模块起始结束地址是0080到00BF。 由于第一个模块只占用了16位，第二个模块只占用了24位，第三个模块输入占用16位，输出也占16位，所以第一个模块实际可操作的起始结束地址是0000到000F， 第二个模块实际可操作的起始结束地址是0040到0057，第三个模块实际可操作的起始结束地址是0080到008F。 在 GXWorks 2中，不必像在 GXWorks 3那样转换成8进制了直接使用分配的地址即可。下面我们点击反应设置并关闭。下面进行刷新设置，在 CPU 侧我们设置输入输出软元件名以及起始地址，我们可以设为比如1000。寄存器 RW2 和 RWW 我们可以任意设置。好，结合之前在网络配置中我们提到的3个模块的有效起始结束地址，我们知道最终编程时地址都要加上起始地址1000，所以第一个模块使用的输入地址是 X1000 到 X100F， 第二个模块使用的输出地址是 Y1040 到 Y1057， 第三个模块使用的输入地址是 X1080 到 X108F， 输出地址也是 Y1080 到 Y108F。 设置完成以后，我们点击设置结束，返回 Q 参数设置界面，然后继续点击右下角设置结束。最后我们进行程序的下载，点击在线 PLC 写入，全选执行。好，下载完程序以后 PLC 必须重新上电或者是复位才能生效。至此，生态内总线模块在该软件中组态完成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这3个模块通讯状态指示绿灯已经点亮，说明网络已经通讯正常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I/O 地址进行编程，同时也可以监视模块的通讯状态了。这些都与之前在 GXWorks 3中的使用方法一致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好，今天就如何在30GXWorks 2编程软件中组态我们 CentOS 的符合 CSLink IE Field Basic 协议的总线模块的方法，就介绍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